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文章，下半生的最好活法是给自己做减法。扶风是一种爱背东西的小虫，不管碰到什么，它都会放到背上。即使东西越来越重，它也不愿意减轻重量，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倒地而亡。很多人就像扶风一般，不停地给自己做加法，弄得自身越来越疲惫。然而，真正聪明的人都学会了给自己做减法，让内心回归安宁。虚伪的交情及时抽离。曾读过这样一句话：人际关系越是亲密，越是维护不易。年轻时，我们为了彼此的情谊，哪怕违背自己的初衷，也要迎难而上。可到后面才发现，一段关系越不划清界限，就越是吃力不讨好。在综艺《奇葩说》中，辩手陈明讲了一段关于自己父亲的故事。陈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北的一个小村庄，后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城里的警校，成为了一名警察。父亲勤奋工作10几年，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源。看到父亲越过越好，老家的亲戚们纷纷找上门，不仅白吃白住，还委托父亲处理各种棘手的事。有的是想让陈明父亲帮忙找工作，有的是想让孩子转城市户口，还有的是来解决人生大事的，想要一个城里的对象。刚开始，陈明父亲都会满足亲戚们的各种要求，但长期下来，他变得精疲力尽，心里也越发不痛快。亲戚们没有感激之心，总把他的帮助视作理所当然。更过分的是，在一次年夜饭上，还有亲戚让陈明父亲办事，最终他忍无可忍，说从此以后不要来往了。往后的几年，再也没有亲戚为了办事来麻烦他，关系淡了，陈明父亲的状态却比之前要好得多。余秋雨有言，在人际交往上，经常减肥排毒，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。的确，有的人套近乎，不过想从你的身上获得好处，不管你做的再多，也填不满他们贪婪的心。碰到这样的人，只有拆掉复杂的人情网，敬而远之，才能让自己过得舒心。时光浅浅，一定要和真挚的人在一起。膨胀的欲望适当克制。作家尤素福曾说，假如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，过着无求的生活，那么他才算主宰了自己的生活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诚然，人人都有欲望，倘若追求过度，就容易在物欲的世界迷失自己。唯有克制好欲望，才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人生。看过这样一则故事，有个渔夫每天固定打1桶鱼，分量正好够他维持1天的生活。打完鱼后，他会找一个舒服的地方晒太阳，一边望着蓝天白云，一边怡然自得地抽着烟，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。这天，他遇到过路的客商，商人对他说：“你每天为何不多打点鱼，挣足够多的钱和我一起去做买卖呢？等你老了，就能天天这样晒太阳了。”渔夫觉得商人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拼命工作。一段时间后，渔夫挣了很大一笔钱，然后跟着商人做起了买卖。开始的时候，渔夫觉得很满足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想挣比现在还多的钱。膨胀的欲望让渔夫浮躁不安，他已经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了。后来，渔夫毅然下了决定，他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。商人很是不解，你为什么要回去呢？渔夫说道，进入商场后，我的心就变得无比喧嚣，这让我很疲惫。回去是挣不了多少钱，但我能静下心来悠然地生活。苏格拉底说，知足是天然的财富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。有时欲望就像树上长出来的杂枝，越是放任不管，越是恣意生长。只有及时给它修剪，
才会消除内心的羁绊。学着放下欲念，知足常乐，方能回归本心，修得欢喜。曾经的过往不再纠结。王尔德曾说，为了自己，我们必须饶恕一些事，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，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。每个成年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，但越去咀嚼，越是难过。没有把往事清零，方能轻装上阵。2020年春节前夕，朝阳医院的眼科医生陶勇遭遇了一场极其暴力的医闹事件。一位他拼尽全力挽救的患者，因为不满术后的恢复情况，怒火中烧，竟手持菜刀将他砍成重伤。被砍后的陶勇左手骨折，神经肌肉血管断裂，颅脑外伤，枕骨骨折，2周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经历了如此灰暗的日子，陶勇既没有悲愤交加，也没有心灰意冷。相反，他在康复后又重新回到岗位中，哪怕不能再拿手术刀，也依然坚持每天工作，直至闭诊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从事葡萄膜炎相关研究，只为造福更多的眼科患者。再提起那次遇袭，陶勇只是淡然地说，自己的未来和行凶者没有关系了。如果能和自己和解，那么将来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幸福。正是对过去的释然，陶勇才得以从痛苦中走出来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执着过去，而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淡过往。一直对过去耿耿于怀，只会画地为牢，将自己置于阴霾之中。相反，看淡过往，自我预疗伤痛，才有机会迎接希望之光。懂得与过去和解，把快乐请进生命里，才能成为更成熟的自己。断舍离中写道，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很重要，并不是心灵改变了行动，而是行动带来了心灵的变化。人这一生就是不断舍弃与获得的过程，抽离虚伪的交情，才能保持轻松的心情；斩断膨胀的欲望，才能成就简单的幸福；看淡曾经的过往，才能拥抱明媚的未来。往后余生，愿你我学会做减法，在一片岁月静好中，将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好，刚才分享了文章，下半生的最好活法是给自己做减法。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